好，我是黄世林，来自于槟城，我今年38岁。OK， 我是患上肌肉萎缩症。我是在1岁的时候刚开始要学走路的时候发了一场高烧，过后就无法再站立了。就是我小时候还可以手脚还有力的，只是我没有办法站立。但是就好像我朋友所说的，自由一件件被剥夺。所以就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就慢慢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。其实很多残障朋友躲在家，不是他们想要的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，所以有时候必须要听从家人的指示啊，就是他们会觉得我们能力有限，所以就会帮我们做决定。所以对于我来讲，如果我想自立的话，我必须要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，自己做自己的主人。我之前在家都是没有出来的，就是25年都是躲在家里。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，因为这种生活对我来讲已经很枯燥了，没有就是很乏味啊。所以我希望可以走出社会，看看这个社会不一样的东西吧。当我决定要出来的时候，也是蛮挣扎一下的，因为我不能自理，我需要有妈妈的照顾。那时候因为我需要有妈妈在旁协助。那时候我的想法其实也是很狭窄的，因为只要想到如果有一天父母不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就无法继续我的生活，那是一个我克服不了的障碍了。来到吉隆坡过后，就是看到很多的残障朋友，他们可以讲是我的一个学习榜样啊。然后就慢慢找到了方法，然后就开始过自立的生活。所谓的自立，不是你任何事情都自己做，而是你自己做选择，自己做决定，还有什么事情你要自己要负责。因为当你做出决定，比如说你的家人替你做决定，万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会怪罪别人嘛？但是现在是由我自己做决定，我自己决定要出来，如果会遇到什么问题，我也是要自己去担当这个责任。残障朋友代表的角色也是蛮重要的，就是你可以让其他的残障朋友走出来。同样背景的残障朋友的一些鼓励之下，我才可以来到吉隆坡。一般人是很难了解我们的需要，即使外面一些就是四肢健全的朋友对我们讲啊，你可以出来啊什么啊，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难去相信，因为他们毕竟跟我们的背景不一样。以前我住的地方是比较靠近那个 LRT 的，就会蛮方便下的，就走到 LRT 去，然后就可以去蛮多地方了。一些地方如果去不到，可能就要选择用巴士哦。但是巴士方面就没有这么方便了，因为第一有一些是巴士司机的态度问题，然后有一些是巴士的设备不够齐善。就我有遇过，就是有一些是没有斜坡的，所以我需要等到另外一趟才可以搭到那个巴士，所以就耗费很多时间这样。但是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巴士站，马来西亚的巴士站通常都是没有斜坡可以上到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从马路上到那个巴士，所以那个斜板会很斜的，对于我们残障朋友来讲是蛮危险的。
其实有几样东西是蛮重要的，就是第一是我们的辅助器材，就因为我有这一部电动轮椅，所以我才可以出入自由，不需要无时无刻都有人陪着啦，就可以自由活动。然后第二点就是我需要有一个个人助理，他的角色是扮演着就是我生活上做不到的事情，比如说我需要如厕之类的，或者是上下床、上下轮椅这方面的东西，我自己无法做到，所以必须要个人助理的协助来完成哦。还有就是一般上，比如说我要出外，自己一个人出去，其实也是蛮危险的，所以也是需要个人助理陪伴。通常我出去就是，比如说有活动啊，还是有什么节目啊，或者是自己有时候也是想要去 shopping 一下，因为这个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嘛。就是你每一天如果是一直工作，你也是会觉得闷。不然就是那个租借那个我们的富康车，目前双福这边有，微波的可能他们就会面对这种问题啊，所以在吉隆坡的残障朋友其实来讲是蛮方便的。其他的地方，比如说其他州啊，他们会面对更多这种交通上的问题。不同的中心，他们可能会收不同的残障朋友。有一些是智能障碍的，有些是肢体障碍的，所以要看情况啊。就是我曾经也是有自己出外居住过，但是那时候开销蛮重一下的，因为你要租屋子，然后水电费啊、琐碎的东西都蛮重的，所以对于我们残障朋友来讲，要自己出来租一间屋子住的话，很大的挑战，所以有时候我会选择就是，居住在中心工作，目前在双福残障自强协会教导电脑，然后其实我也是有做一点 freelance， 就是做网页设计和平面设计的东西，因为第一就是你上班你不用就是每一天来回，就会省很多时间。但是也不鼓励就是残障朋友长期都留在中心啦，因为你怎样如果是讲可以出来自己生活的话，当然是最好啊。然后我会选择做网页设计或者是平面设计的工作，是因为我可以就是居家就业。有一些残障朋友其实可以自己驾车啊，只要那个公司那边的厕所啊之类的设备方便的话就没有问题了，因为最重要是 office 有没有 OKU 厕所，然后要进到 office 的时候有没有斜坡还是有梯级之类的。在其他国家方面，就政府的福利可能会比我们好的很多，因为据我所知啦，一些国家他们如果是残障情况比较严重的，政府的资助会更多，因为他需要的协助会比较高。如果你有工作，马来西亚这边是给350，然后没有能力工作的，好像只给200。但是对于一些非常严重的残障朋友来讲，他们有一些根本是工作能力都没有的嘛，所以你补助200的话，其实根本都不够，可能医药费都不够。很多残障朋友都会选择在城市生活，因为乡下就是他的那个障碍会越多，所以很多都不会选择在乡下。当一个城市多残障朋友出来的时候，就会被看到。我是觉得，身为一个残障朋友，你一定要多出来参与社会，因为你多参与社会的话，你的见识会不一样，你的观念会开放。
其实每一位残障朋友需要的那种方式都有大同小异啦，所以残障朋友自己也要懂得去教导对方，但是一些基本的方式，其实在 YouTube 也是可以找到的。马大医院其实有这种物理治疗师，他们有这种技巧的经验。最重要是不要伤到腰部了，腰部是很容易受伤的。然后有一些是他们很想帮，但是他们不懂得怎么帮。因为好像要抱我的话，你要体力要够，你如果比较没有不够力气的话，随时可能会跌倒，会伤到他们，也会伤到我们，就是双方面都会受伤啊。你要先装备好自己，以外就是所谓的装备好自己，就是你要先学会一些，就是在你还没有出来社会之前，你先要学会一些技能。我来到吉隆坡之前，我已经有自学这方面知识。来了吉隆坡过后，就1年过后，我就可以进入职场，才可以这么顺利的过自律的生活。所以你就从你自己的潜能去发挥，找出最觉得让你可以发挥的地方。就比如说你有唱歌的天分啊，还是你有写作的天分啊。除了装备好自己以外，我们身边也是要有一些资源，就是旁人的协助。就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说完全失去方向，还是有一些人手可以协助我们扶过我们那一把。因为我请的工人是外劳的，所以要更换的那个期间我就没有工人，所以曾经试过就是我没有工人的一段时间，那时候是我最难熬的那一段时间了。所以幸好就是我有接触很多就是义工朋友，他们就很愿意来帮我了。但是也是有时候他们不得空啊，就你要就是硬着头皮就是去开口找人家协助。有一些朋友是完全不认识的，但是他们很乐意来帮你。但是最主要是你愿意先开口，你要放下你自己的尊严啊，因为你要开口向人家求助，然后而且是要叫他们来协助我，就是洗澡之类的。那个对很多人来讲，我觉得是很难开口的一件事情，所以这个是要突破你自己的那个心理障碍。当你要出来社会之前，你一定要准备好，就是要面对社会人士的眼光，就是他们当你走出来的时候，他们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你，说你要学会就是不要太去在意这种眼光，还有就是可能随时都会被旁人就是一些话语来重伤。有一次就是在电梯的时候，就我用这电动轮椅就有一点阻碍到对方从那个电梯门口走出来，所以他回头就抛一句话就说残障大赛咩，所以那时候我就伤心了一整天。就过后就想到，其实不是自己的问题了，就是那个人的态度问题，所以就慢慢就释放了。如果你心理建设很好的话，就是你会去思考是谁的问题，然后才去分辨。如果真的不是你自己的问题的话，你就会不要太去在意了。一般上，如果对方觉得我们很可怜还是什么，我都不会很在意，因为这个是一种平常心来的，是蛮正常的，真的。其实我也是蛮喜欢旅行的，只要有机会的话，
我都会去。就好像几年前，我去到最远的一个地方呢，就是去台湾了。去台湾那时候还好，就是有一个义工，他愿意帮我，所以就跟一群的朋友去到台湾旅行。然后前几年有开始尝试去那些岛屿去潜水，是体验那个潜水，因为我是想尝试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只要有机会。然后刚好有一班的义工，他们愿意就是带我们下海尝试，有时候也是要互相信任的。比如说我的情况，因为我的手完全就不能动，要下海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。整个程序都是需要那个潜水员来协助帮我完成，所以其实我也试过3次还是4次。我想要自己的未来不一样，就是我希望我可以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而不是一直依赖着家人。我觉得我还是有我的能力可以发挥的，然后也是可以为这个社会出一份贡献的。因为我相信上帝创造每一个人他都会赋予他一些能力，然后让他可以生存下去的。